2025年1月19日是 TikTok 在美国的大限，从那天起将被禁止。今天有一些德媒引用彭博社的消息来源报道，中国方面想把 TikTok 卖给马斯克，到底是谣言还是真有其事，这个不得而知。有趣的是，美国网友们恋恋不舍这款中国 APP， 目前很多人正在寻找替代。大家想到吗？小红书在美国突然火了。我们来看看德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 NTV 的报道，担心严重后果，据说中国正考虑将 TikTok 出售给埃隆·马斯克。TikTok 离在美国被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美国法律要求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该服务。有报道称，中国正在让埃隆·马斯克参与进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用户正在迁移到另一个中国平台。据报道，在热门视频应用 TikTok 的纠纷中，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将这家美国企业出售给亿万富翁特朗普顾问埃隆·马斯克。彭博社援引熟知内情的人士的话报道说，这一考虑仍处于早期阶段。中国政府希望 TikTok 继续由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控制。目前双方仍未就如何进行交易达成共识。TikTok 和马斯克均未对上述报道发表评论。关于 TikTok 的争议最近在美国达到了顶峰。美国最高法院表示支持一项法律，该法律将强迫在1月19日前出售或禁止该应用程序。它拥有 1.7 亿美国用户。两位民主党议员随后敦促国会和乔拜登总统延长最后期限。马基说，禁令将打破一个独特的信息和文化系统，让数百万人沉默。禁止使用 TikTok 将给数百万依赖该应用社交和谋生的美国人带来严重后果。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要求法院推迟该法律的实施，以便在他1月20日就职后有时间政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法院不干预，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中新的 TikTok 下载将从周日起被禁止。现在用户暂时可以继续使用该平台，但服务将逐步停止。间谍指控，美国当局指控字节跳动滥用该应用程序为中国政府服务，对用户进行间谍活动。该视频平台对此予以否认。TikTok 特别受年轻人欢迎，仅在美国就有约 1.7 亿用户。TikTok 曾对美国法律提出异议。在美国最高法院周五举行的听证会上，9名法官中的大多数表示同意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被迫出售该视频平台。另一个中国平台就位。在美国各大公司的应用商店计划禁止 TikTok 的前几天，美国用户已开始转向另一个中国平台。本周一，小红书英文名称是 RedNote， 跃居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应用商店下载量榜首。你不想让中国人掌握我们非常敏感的个人数据吗？在一段面向其390万粉丝的 TikTok 视频中，网红詹·汉密尔顿讽刺地问道，他在视频中宣传了自己搬到小红书的消息。他敦促其他 TikTok 难民，你们也过来吧。小红书几乎完全使用普通话，但这似乎并不妨碍那些对它感兴趣的美国人。TikTok 在美国拥有约 1.7 亿用户。德国知识点评：美国这位网红在这里用了 TikTok 难民这个词，这非常有意思。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奥地利标准报的网友评论。报道我们就不用看了，我们直接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会发生什么？马斯克和特朗普将以有利的条件分得 TikTok 的一杯羹，那么禁令将不再是个问题。下条评论： TikTok 是中国的大规模弱智武器，效果极佳。继续往下。TikTok 上有很多科学和信息内容，但如果你只想寻找粗俗幽默和扭动的身体部位，你会得到同样的内容。再往下，技术官僚之间的游戏，他们随心所欲地瓜分世界，自由世界必须制止这种寄生行为。下一条评论：
无意冒犯，但技术官僚是一种不同的、可取的、与我们相反的东西。你指的是财阀。继续往下，自由世界只需卸载这些软件。我们再往下，请在欧洲也禁止 TikTok 吧。以削弱和分裂社会为唯一目的的宣传是极其危险和不可容忍的。下一条评论，特朗普和马斯克可能会挥手让 TikTok 通过，因为它是将民粹主义垃圾注入小脑袋的最佳平台之一。几十年后，当我们把右翼讲故事的人赶走时，希望我们会嘲笑这些胡言乱语。再往下，特朗普的真理社交平台，我认为他们会把真理社交平台和 TikTok 合并，特朗普、中国和马斯克皆大欢喜。下条评论，不是曾经有人想让 TikTok 拥有一个美国老板吗？我相信马斯克会达成协议，以象征性的售价换取特斯拉在中国的好处。继续往下，应在全球范围内禁止使用 TikTok。这种算法对儿童和青少年根本就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无法从中解脱出来，并会导致真正的成瘾行为。另外，由于他们只消费极短的内容，因此存在大量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会变得更加困难。该应用程序上传播的某些内容确实非常危险，对这些内容的节制和过滤不起作用，甚至是故意不做。我们真的想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和年轻人吗？顺便说一下，当然，其他社交媒体渠道也有类似的行为，但远没有如此激进和毫无节制。相比之下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简直就是笑话。再往下看，哭泣吧！中国禁止使用的主要社交网络列表：脸书、推特、Instagram、油管、WhatsApp、Snapchat、电报 Reddit， 以及谷歌、BBC、维基百科等。德国知识点评：可惜欧洲人太蠢，不明白这些平台都不是欧洲人自己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有什么值得欧洲人骄傲的呢？ BBC 不是社交平台，只是英国政府的准喉舌。下条评论，这样的故事让我细思极恐。世界上最危险的愚民宣传机器的 CEO 问马斯克，怎样才能让他的公司继续在美国大放厥词？我相信马斯克会给他一个有利可图的答案，真是令人作呕。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报道中提到很多美国用户现在投奔中国网络的小红书，于是这位网友说，人们真的不认为通过一个很可能是由封锁谷歌和油管的国家的政府创建的随机应用程序来控制他们的新闻推送和与第三方的通信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吗？要么他们都太天真了，要么我太偏执了，因为我拒绝让手机上唯一的中文应用程序访问任何网络，除非我绝对需要它。这个应用程序是我的行车记录仪。继续往下，文章中说，美国的 TikTok 用户显然不愿意离开 TikTok， 他们已经开始寻找替代品。于是呢，这位网友评论道，就像瘾君子在寻找最近的毒贩一样。好，再往下，这将是马斯克搞垮以及改造成极右泡沫的下个平台。下条评论，把 TikTok 卖给马斯克，还不如直接让世界着火呢。继续往下，难以置信啊！我们都是法西斯，是如何将世界秩序置于自己的爪牙之下的时代见证者。好，再往下看，谁会感到惊讶？马斯克是独裁者唯唯诺诺的帮手，但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并不像很多人想象那样聪明。幸好我不开特斯拉。下一条评论，把 TikTok 卖给马斯克是个好主意，这样一来，这个平台也将受到保护，不会再受到粗暴审查。这将支持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抵制将自然的多元化意见置于意识形态思维之下的倾向。
这种思维假装要保护每个公民免受一切可能的影响，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做法正日益导致对意见的审问。下一条评论：我一直以为 TikTok 是一家私营公司，与中国政府无关呢，但我也相信复活节兔子的存在。德国知识点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不认为 TikTok 与中国政府无关。继续往下 ，TikTok 变成 Why？ 德国知识补充，我的理解是，因为现在马斯克把推特收购后变成了 X， 所以他认为马斯克如果收购或者接管 TikTok 的话，会把 TikTok 更名为 Why。好，我们再往下。这个报道可能是真的，很明显，这里有亿万富翁的垄断。该报道可能是真的，很明显，这里面有亿万富翁的垄断。马斯克与特朗普走得如此之近，100%的可能性与两个人在背后都有一笔交易有关。特朗普最看重的就是钱，这笔交易可能包括特朗普为马斯克提供各种总统待遇，而马斯克则为特朗普提供大量资金。反过来，马斯克也可以用一个完全离奇的价格买下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平台，从而完全优雅合法地完成交易。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因为马斯克也以完全无厘头的价格买下了推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当时并不是单独收购这家公司，而是与一些商业伙伴一起收购的，其中包括来自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投资者，他们也可能对唐纳德的交易，更不用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了。马斯克也与他们勾搭。TikTok 不仅符合作为隐蔽因素的概念，也符合马斯克建立社交媒体平台帝国的可能计划，类似于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等。下条评论：中国人真聪明，卖给马斯克就是终极威胁。继续往下，该死的寡头政治，我们又回到了落后时代，真是恶心至极呀！让我们再往下。这是从内部摧毁美国的最佳方案。下条评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完全说得通。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像马斯克一样有潜力施加压力，因为没有人在中国拥有汽车工厂，而且还要依赖中国共产党。继续往下。据我观察 ，TikTok 已成为右翼极端分子的平台。我所认识的用户越来越多地成为选择党的选民，并分享仇视外国人的观点。几年前，我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序，并观看了几段视频，从中我看到了很多选择党的宣传内容。我立即删除了该应用。如果支持极右翼选择党的埃隆·马斯克收购 TikTok， 这可能会在大量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德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大规模宣扬右翼极端主义。下条评论：我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说有哪个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兢兢业业地让美国年轻人愚昧，从而瓦解社会，那一定是埃隆。继续往下。反正 TikTok 已经声名狼藉了，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在监视我们，而且算法最容易传播极端主义帖子。同样 ，TikTok 会把用户的大脑射出来。我女儿是第一个把 TikTok 从手机上踢掉的人 ，Insta 是下一个。如果这两家公司最后都被马斯克先生收购，那他们就彻底完蛋了，就像脸书和 Insta 一样，反社会的社交媒体完了。继续往下。为什么德国没有讨论这一措施，在选举前后至少2个月关闭 TikTok、X 等平台，甚至完全关闭，或者强迫这些平台经过编辑检查的内容？我很想德国和欧盟有这场辩论。我们对社交媒体的目标是什么？好，我们再往下看。中共已经宣布 TikTok 危害社会，如果要保持这一功能，马斯克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下条评论 ：TikTok 和 X 似乎仍然是美国人目前最高的文化资产，还能四处射击。这一发展显示了渔民斯坦的未来。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太疯狂了！
美国指责中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施加政治影响，而现在所有美国平台上的人权都被正式无视，暴民统治盛行，人工智能网军，包括由用户创建的人工智能希特勒也被正式使用。虚拟社交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媒体向您致敬。好的，朋友们，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德国《时代报》网民对 TikTok 以及对马斯克都特别负面，没有一个人指责美国肆意禁止一家中国血统的社交媒体。而西方媒体关于 TikTok 帮中国政府在西方搞间谍活动的指控，对很多德国人来说也是真的，这就是媒体洗脑的功劳。好的，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